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Ella。我们今天想讲，其实跟第1期有一点点呼应哦，就是想要提高我们的人生的幸福感、满足感、生活品质。最便宜、最可靠的方法，竟然是交朋友，并且要维持哦，对，高质量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大聊特聊友谊，那直接 rapid fire 了啊！好，叮。如果排一下以下3者对我们生活的价值：亲情、友情、爱情，你怎么排啊？我是狗狗和亲情，狗狗乱入。欢迎友谊的这一集，狗狗居然是第一个关键词。对，狗狗是最重要的。OK， 我的狗是最重要的，大家 everybody just 闪开。狗狗最重要。然后呢，亲情和友情是并列。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很模糊这个概念，其实，又是比较伤心的，来一段小白，来一段伤心的那个音乐，然后爱情约会是在之后。目前的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去就是铺垫的。你觉得你跟狗狗是亲情还是友情啊？亲情 OK， 对，就是妈妈跟孩子的那种。是，我跟狗狗是妈妈跟孩子，我爱人跟狗狗是朋友。其实我跟你答案一样我是友情大于等于亲情。我们想的是这个 aggregate value， 就是说所有的我的友情和所有的我的亲情和所有的我的爱情这些价值加在一起做一个排序的话，友情是大于等于亲情主要也是友情比较合算嘛，人多呀，对吧？比那个亲人多，然后远大于超级大于。对，我也是，我觉得那个友情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不会出错的，就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你遇对了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不会出错。爱情这个出错的率确实很高，对不对？爱情不太合算，在这个里面肯定，我觉得理智来说的话，排最后一名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只能选一个，对，然后你还要试一段时间，然后实在是不行了，你再换人，对吧？对，但其实我的这个狗狗为什么排列第一呢？我就加一句哈，是那个我发觉我从小到大的那个变化都特别多，那个狗狗就是我的唯一的 consistency。对，就是只有它才是我唯一的，每次回去就是它都是一样的。然后其他你的生活那个周围的那个环境，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伴侣，他会抛弃你，或者他会对你不好，会那个对你有毒。然后但是或者遇到一个就是什么事业上的事情或者学习上的事情，你是就是在一个觉得自己不安全的地方，但是你的狗就是你唯一的那个好像港湾那种感觉。对，你最长的友谊是多少年？我想把它定义成就是还是比较 significant 的友谊，你还是会联络，并且关系是比较近的，可以讲这个真心话的。那有22年，哇而且有很多，因为我的初中和高中是同一个学校，也就是说我6年级2002年的时候进入这所学校上外附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同一个班级的50几个人，然后整个7年几乎都是一直在一起，然后很多人也从这个本科就来美国，跟我很相似的这个背景。待会儿我也想说这个背景其实挺特别的，所以你成长背景跟大家共享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很容易拉近心灵的距离，所以这些朋友不仅仅是就是时间长，并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真挚的，并且是非常深刻的一种友谊。02年到现在24年，22年，那真的也是很长，超过我人生一大半啊！对对对，真的是想想觉得好老。我就30年了，我的发小，对不对？你上次见过他，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几岁认识的，就因为我们也是独生子女嘛，这一代也没有什么亲戚，对，然后或者是跟表兄弟表姐妹的关系也不是说好像就像那么近，有的时候跟朋友关系更近，所以就感觉就是被自定义成 sibling 了。对，我上次见到了你的闺蜜，真的了不起哦，30年，30年，对啊，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城市，被你安利过来的，这好奇怪啊，对，阴魂不散啊，这就是缘分吧。叮，
朋友为你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哎呀，这太多了。这个朋友对我，因为出国嘛，对吧？对，全靠朋友，一把辛酸泪。所有事情都是朋友做的，真的是也没有什么他们没做过，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觉得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在我精神崩溃的时候，把我给就是拉回来，然后给我那种无限的滋养、无限的接受，没有 criticize 我的这个就是 mental stay 啊，而且就是哪怕在经济上面、财务上面，还有就是都是各种帮助，真的是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就每次想到这些，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有没有人把你试图从错误的爱情当中拉出来？哦，有大把，对啊，因为毕竟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真的是旁观者清。对，然后第一拉不成功，第二拉不成功，不会退缩的，接着就继续拉，然后总有一天还是拉出来了。对，你呢？跟你很像啊，我真的觉得一把辛酸泪，就是在崩溃，我是在抑郁的时候，请了2个朋友轮班来陪伴我，因为我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即使我是睡觉哈，这个是待会儿可以说的，其中一个就是我22年的好友之一，还有一个我可以比较具象的是，我刚刚做完一次比较大的手术，比较重要的手术，做完了之后。一个人哈，也没有固定的男朋友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请了这个好朋友来帮我洗头，因为我受不了头油，他就真的帮你洗，对，而且我都很难下床嘛，所以就每多久帮你洗一次啊？就是在感恩节之前正好帮我洗，我恢复的挺快的，但是感恩节之前呢，他帮我洗了一次然后感恩节我还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心情还特别好，我组织了一个 Friendsgiving， 特别有意思，就是来了大概10几个人，其中有4对情侣，夫妻，应该说都是夫妻哈。结果这4对当中有3对在之后的几年里就分开了，所以爱情不是很牢固，友情比较牢固而且都找到了真爱，应该说。还有什么呀？搬家必须的，还有啥？就是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杂事儿，就是你有的时候亲人也不愿意帮你收留你，比如说你需要住的时候，对吧？对，没地方住，然后帮你就是帮我存东西。天哪，我是很害怕麻烦人的人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你就是真的是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歉疚，但是你的朋友会告诉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他就会愿意帮你做。对，我觉得我也是，我属于那种尽量不去 impose 在别人，就可能无意当中会 impose 到，但是我自己意识到了，我会就是觉得很抱歉。对，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无所谓，他们真的就是真的朋友有难两肋插刀，江湖义气，确实是很感动对你来说倩，就是高质量的友情最不可缺的因素是什么？那一定是就是愿意交流内心真正的这个想法，包括你的 vulnerability，对吧？我不太喜欢 small talk，我不太喜欢今天天气怎么样，你的衣服怎么样，你的化妆怎么样，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对话。如果说我要跟这个人走得近，我一定要期望他能够跟我分享一部分他的内心，不是说一定要跟我分享的一样多，有的时候他能听我的也是一种这个分享，但是我会至少期望能够听到一些的关于他这个深层次的一些想法。你呢？我就是要价值观相同，我要这个就是价值观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比如说道德观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 spending 上面，在金钱价值观也很相似，就比如说我想去吃这个，然后他觉得贵或者他觉得太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搞。对。那可以跟他成为不吃饭的朋友，或者说就是不去外面吃饭的朋友，有点难。我其实有这样子的朋友，只是说这个距离就保持的比较远了，不是说不能完全接触，只是说在一起接触那个价值观相差太大了。他太有钱了，他太有钱，我以为反过来，我在想没有，他太有钱了，他是就是完全。他请你呢？他愿意，但是你久了时间长也不行，对你也会觉得心里难受。你跟他出去，你也想贡献一点东西。那你实话实说的话，他会不理会吗？他不会，但是呢，去便宜点的地方吃烤串不行吗？没有，他还是会坚持到他的想去的地方，然后但是他会坚持他去付款。当然，他对他来说这真的是9牛1毛。对，但是依然会改变你们友情的性质的。
我就是觉得会心里面会对他有这种愧疚感，对，我很想去补偿他，我很想去就是对他好，但是我又觉得啊，我给你买个什么你什么都不缺，对不对？就那种感觉，我买的什么东西再好的你都是你的只是其中之一，那说不定他就缺朋友呢。但我觉得也很感恩，也是好多年了，就是也是属于发小级的那种了。那就打电话算了，不能出去了。或者就厚着脸皮去那个蹭吃。叮，到你了。有没有放弃过朋友或者被朋友放弃？有，这个其实挺痛苦的，就跟分手是一样的，我觉得，但是次数不是特别多。对，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怕冲突的人，然后我会一直去 avoid 这个冲突，我尽量是就是尽量去打圆场。比如说我发现有一个事件比较开始，就比如说有一些矛盾了，然后我就会尽量去把它给磨平，然后磨平了之后，我再远观一下看看，碰一下。你还好不好 ？OK， 你还行 ，OK。但如果不好，继续那个刺儿越来越高的话，然后我就会 OK， 拜拜，就那种感觉啊。所以你是慢慢发现成不了，对吧？对，我基本上还是会给一些机会，就是对你呢？具体的故事我们卖个关子，留着后面说哈。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害怕。冲突的，我自己觉得自己是在这个 spectrum 上面，就是我感觉我说话不是很有过滤器，但是也会因此因为说话直哈，就会跟有些类型的朋友就走不到很深入，对，就有些人会觉得介意嘛，对，他没有办法 get over 这个话中的一点点刺，对吗？就是对事不对人的这种刺，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难以维持，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你就是不能让我成为自我的话，我就很难，但是我总是觉得绝大部分的那些真正的这个沉淀下来的友情哈，都是能够过去的，因为就像刚才我问你有没有女孩子朋友把你从坏的爱情当中想要拎出来，对，其实这个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但是真正的好朋友才会做，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作为朋友要有价值的话，我之前也说过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友情的卫生 hygiene 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说不是有那种真正的你帮我帮你，你为我着想我为你着想的这种深度的友情，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去维持，因为我力气有限，精力有限。对。OK， 待会儿有更 juicy 的故事。你朋友的年龄范围是多少？哇，我觉得如果说特别好的朋友的话，可能还是要27岁以上吧。我现在是34哈，大概就跟我差1倍不到一点点。大的话没有底了，我觉得60-70岁的都有。还是比较偏向于，就像小孩子喜欢跟大一点的小孩子玩。你呢？我也是，我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小的时候大部分朋友都是老人，就从小都是真的是老人。我10几岁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50岁。哇，对，因为就是只有他当时才有这个精力来陪我练英文，因为英文不好嘛，然后所以就是只有他才会有这个就是闲暇的心来听我就是慢慢的讲清楚，把每一个词然后给我就是帮我纠正，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的一个就是英国女士。但是后来就因为我的这个就是朋友圈越来越老，因为他的朋友都是60-70岁的，所以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是到后面是真的是近10年我才开始跟自己的 generation 就是说去新交朋友。我们赶上你了。去新交朋友，我朋友都死了，我现在对，我都有朋友死了，就是我会收到那个 obituary 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老走的，然后就是我在想，天哪，就我朋友已经开始离开人世了，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反映就是自己到底存活了多久，但是新的朋友，我现在非常 enjoy 这个 new generation，因为我以前不认识我的 generation， 跟大家错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交流的频道。你呢？有一点类似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是比别人要早熟很多，包括相貌上都是，但是我一直保持着这个比较老气的状态，直到大家追上了我。老气。对，我初中真的很老气，但是心智上我觉得也有一些类似哈，就是我觉得好像同伴的
这些 peers 有开始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我一直说我像是跳过了那个 high school girl 的阶段直接就进入了这个好像比较 cynical 或者比较看穿这些有的没的东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有一种欣慰的感觉，觉得你的交友的空间越来越广了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朋友已经有去世的情况，我最近有一个很类似的感慨就是真的是昨天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同龄人当中已经也有人走了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今年年初吧，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周围认识的一个还算比较熟的同龄人突发心脏病在睡梦当中走了对但是这一次呢好像感觉更近，是我的大学同学的老公，也是心脏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猝死对然后仔细一想的话，其实我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同届的一个这个好朋友，在大4的时候还在谈恋爱的时候，跟我们另外一个同届的男生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男生也是在徒步旅行的时候心脏病发好像就掉下悬崖了，还是我记错了？Oh my god 可能是我脑补的一个画面，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把他带走。这些问题离我们已经，这不是问题这只是人生的一种阶段就是死亡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已经在我们身边越来越有了是所以报警，你身边值得报警的人吧。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结成或者说保持好的高质量的友谊对我们的人生的满足感、幸福感、人生质量是非常非常大因素其实是最大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读过的所有的这个 research 文献当中第一个 indicator 第一个指标of how happy you are 你有多快乐，往往就是你的社交连结度对这可能都比钱还重要其实钱的话超过了某一个收入的阶层，你大家都差不多了，就没有一个明显的正向的这个跟你钱多少有关的这样联系了但是你的社交的质量越高，你人生的这个满意度一定是越高对虽然我们不是说大家要功利的去交朋友，但是交朋友是非常非常有用，也是值得的，值得投资的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朋友也能给你带来这个金钱上的一些就是财富上的增长对不对比如说很多人介绍客户对或者是介绍一些生意这些就是虽然这些可能有点像生意朋友，但是也有很多真心的，就你的生活圈子里的朋友是真心真意想帮助你的对我还是从朋友那儿收到过迪奥什么东西迪奥包还是什么包还是鞋化妆品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自己都不会去买大牌的东西，我就觉得天哪，朋友比我还要爱我自己就是舍得在你身上花钱所以也提示我要对自己也好一些是对我觉得在这个我的朋友真的是就是比如说像那几个就真的是经济状态比较好的朋友那太舍得了，有人送你手机我知道他在听，就是我们不要讲歪了好像觉得交朋友是为了拿手机不是你别说我从朋友那儿从来没有借过钱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朋友还是不太能就是什么不是说你欠我20块钱我欠你20块钱明天就还那种，不是就是大的对我也从来没有一个也是没有需要过借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能问朋友要我还是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没说错。对我也不会借对，你会借吗？不借我不会借我会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说不清楚了之后对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不会找你借钱，我也觉得但如果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非常非常需要，你也会知道的对吧？对，就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很少，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的朋友都很有钱对，我的朋友都比我有钱有难的那个数好啦，但是跟钱真的不是很有关系主要就是说这个社交连结度，你的亲密关系的质量总体来说是你的幸福的第一大指标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做一些努力的事情，那就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对100%同意我自认为我们两个人其实友情的这个质量都还是很高的对亲密关系质量都还是比较高的主要因为我觉得我们敢分享，也愿意去倾听，而且年纪也大了，而且有本事可以去解决朋友的问题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予一些价值的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分享呗对，那我们现在其实第一个想讨论的题目就是成年人如何交朋友在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对，尤其我们两个人都是从其他地方拔根而起搬到葡萄牙来的很多人其实问到这个，因为有很多人咨询我从国内或者是从美国搬到葡萄牙他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往往就是
有没有朋友，就是有没有就是交朋友的困难，这边的人怎么样，能不能跟你玩到一起去。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担心来之前，你有担心吗？没担心啊，对，我知道我自己人来疯那个对，那说说你的一些交友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渠道呗。我首先觉得宇宙会给你降几个，就是多多少少你这一生都会有那些就是命中注定的那种感觉哈。不管你是凑巧也好，还是就是真的是宇宙就派给你那么几个天使。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偶然遇见也会有，比如说我会在比如说咖啡馆遇见过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在那个书店里面图书馆，然后遇到了开始聊天，还有遛狗遇到了。哇，这个太多了，这个对，请听下回分解。养一条很可爱的狗，保证让你就是有很多新的手机号。比如说你如果想要那个找 potential partner 的话，对，养一条可爱的狗，会有人跟你搭讪的。对，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本来就爱说话，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就是爱分享。那所以在遛狗的时候，那很容易就就说，你电话多少啊？我们下次一起出来遛狗。然后就开始了。还有就是朋友介绍，对不对？就比如说你会介绍朋友给我，对啊，我们互相介绍。我们俩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对，朋友介绍。兴趣小组也是，有没有试过比如说上什么陶艺课呀，或者是一些就是手工课，然后遇到了跟你志同道合的一些觉得他的欣赏水平跟你差不多，大家可以一起出来继续喝咖啡啊什么的。还有就是从小带大的那种青梅竹马，就你甩也甩不掉的那种。对，从国内专门来的追随你过来的。其实你说的这个很艺人，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艺人哈，我是一个I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遛狗认识的，兴趣小组认识的，这些我都会有认识，但是我只会叫他们 acquaintance 顶多哈，因为我真的是能量有限，我觉得我在兴趣小组和狗狗这两边没有什么很深入的朋友，也可能也没有努力去投资。我觉得宇宙降临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也是宇宙降临啊，因为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你知道是我小红书上的第一个关注的人。对，我上小红书就是为了看他的内容，结果我开始自己那个写小红书，但是就是他把我俩给介绍起来了，这之后一步一步就非常顺其自然了。所以你还是相信宇宙降临的？我相信的，我相信的。其实这不是说宇宙降临，这其实就是我是学数学的嘛，这个就是几率也会告诉你，你一定会认识朋友的，对啊，一定会认识新的人。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交友的方法，大家听了会觉得好笑，就是网友。对啊，你的网友，对，你网友比较厉害。我的网友其实是一种过滤，因为看我内容呢，可能是跟我想法有些相似的，想要逃出一些什么困住他们的东西，或者觉得不开心了，有点心痒了要离开。所以其实我在里斯本以后认识了很多很多女孩子，都是所谓的网友，实际上就是有很相似的这个追求的，或者说疑惑的人吧。然后朋友的朋友是最好认识的了哈。我觉得通过你呀，然后通过我的伴侣啊，这些很自然的这个友谊圈就扩大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是I人，但是我不害羞，就是我能够找到我觉得触角很灵敏哈。如果跟我有相似的点的，我会毫不害羞的去这个交换联系方式。但是只是遛狗认识我可能不会，就是好像是遵循一种更深的这个直觉，而不是场合，而不是 circumstantial。对，这可能我觉得I人还是比较需要做的一个过滤，因为你的能量毕竟有限嘛。是，对，I人跟E人的这个，我觉得在交友的那个，就是我觉得E人真的是就一下子好像你广撒网，对，真的广撒网，对，而且一下子好像就能抓着好几个，对啊，然后再过滤。我觉得我跟你还有一个地方哈，我呢不能够在大的 party 里面，我就不习惯了，我就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了。我只能 intimacy 就是比如说3-5个朋友，对，就你那天的那个生日 party 是我的 maximum level，就是我的那个整个能量场，我就已经开始我开始注意谁，因为这个也要讲话，那个也要讲话，我觉得就开始分散了。我只能在这样子的一个才能够感觉自如。我也不知道这是E人吗？你觉得？不一定哈。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很大很大的，我可能都不去了。
但是一般会怯场是有点难受，是不是？就觉得如果尤其特别吵的那种场合，或者10点以后开始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去。disco 哈，don't start。对就是至少我要有一些 anchor 的，就是我知道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会考虑去。其次去了任何的这个比较大的中型、大型的场合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是你会跟2-3个人是但是也有真正的那种 social butterfly， 或者我甚至觉得他们有一点这个功利性质的，对，就是他聊完了，他很明显他要想去认识新的人，是这个我觉得挺跟我不一样，那个是真正的，对那些真厉害，那些人那个真的能折腾，我商学院里面一大堆，我很佩服，对，就他真的是还有很多婚礼的时候是参加的时候，对婚礼有些大型的 party 那种，对，他真的是就是在计划的时间给你好像按这个秒表一样，对，然后马上就 move on 到下一个，他不想对你这个投资太多，还要认识下一个新的人，这个我不太理解。对，确实是我在那个去年的好朋友的婚礼，在意大利的那个婚礼，自从我觉得刚开始当然大家对我都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印象或者兴趣，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学音乐的然后其他的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社会金字塔顶尖的那些人，所以对一个学音乐的人，大家都会觉得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对不对？他们没有东西跟你聊了，没有。但是直到我一说到我是里斯本，就是我住在里斯本，所有的人就坐了一圈，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问怎么样，好不好，推荐不推荐？对，跟大家这个炫耀一下。你说你在欧洲说你住在里斯本是一种炫耀，对不对？我觉得有一点，对，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所以在那个婚礼上我也收获了不少。最后再给跟我一样是癌人的朋友们一声鼓励哈，我一直相信，其实你的对的人，这里不说的是这个灵魂伴侣，而是你的朋友，对的那些朋友，他也在期待着认识你，所以千万别害羞，或者说你要是被拒绝了，或者说对方回应没有你那么积极，那就是不对嘛。对，那就在 next， 对不对？那我们接下去讨论，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都说友情大于爱情哈，友情和爱情你到底怎么去摆放，怎么去互相呼应呢？我是属于20几岁的时候一直是爱情非常不稳固的，所以我很需要友情的这个作为一个坚实的基底，但是同时呢，他也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这个财富，就是说我绝对不可能因为找到了一个爱人而放弃了朋友，因为我好像就是习惯了这种友情为主，爱情有则更好，无则没关系哈，是一种常态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好于另一种，就是那些一谈恋爱就消失了的这种朋友，那样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到一个好像如果跟对方一旦分开了，我就会这个血肉模糊，没有其他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可以去想象去憧憬，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绝望的状态，那就是严重的那种 codependence，就是你把自己和这个爱人变成就是完全合一，然后你要怎么去分呢？对，就没有 boundary 了。对，所以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其实爱人离开一段时间，什么出差啊或者怎么样了，我觉得挺爽的。我自己离开一段时间也超爽，对不对？你是主动离开，因为你的朋友不在这儿，有些不在这儿，对吧？你就去这个微服出巡，特别开心。是的，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通过爱人，你当然也可以获得很多友情，对吧？今天晚上我就会跟我的爱人那边的这个朋友一起聚餐，但是一旦吵架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自己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对，吵架的时候不要问我，最近一定是有体验。吵架的时候，我的门就打开了。是的。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20几岁那个爱情一直不太稳固，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那种稳定伴侣，所以让我对于友情的这些住的比较牢，我觉得。你呢？一样的，我其实我这点还想提到，我最近跟2个我的朋友就是真的是生活圈子的朋友当中聊到这个问题，他们2个都算是知性女性，都说过同样的话，都觉得他们不需要友情，就除了我以外，他们觉得就他那个 circle 非常小，除了可能我再跟加另外一个，他们就不需要朋友。然后原因是什么？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伴侣能成为完全没有问题的朋友，无话不说。这个就像刚才我紧张到打嗝为他们。就
就是有点血肉模糊的那种，就是这是原话哈，真的是我们不需要友情。哇，这个血肉模糊就是我害怕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好的，对对，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觉得爱情，当你完全能够跟你的伴侣分享，好像一切的这种油盐柴米，这些就是有的没的三姑六婆的这些东西，他们就觉得友情其实是浪费时间。哇，对，就是我只想说，信男人还不是信鬼呢。都是男人是吗？都是 heterosexual 的。对对对，都是异性恋的。然后所以呢，我不知道，就是当然这个我也很感恩他们把我放在就是他的那个，我想那我算什么呀？勉强过线的这个。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又会心里面又捏一把汗，我就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比如说万一有一个你可以说 OK 你们俩都很好，对不对？万一他过世了呢，对不对？对。万一有些什么意外呢，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有很多，其实有很多生意人他们会觉得朋友就是拿来做生意的，有很多就是在职场上面，或者是觉得跟他们把这个金钱和这个看得比较重的情况下的话，他觉得他的每一分钟投资，他要想学东西，他要想从你身上学习这个。如果他觉得在你身上养分不够了，你只是跟他聊，就下一个了。对，就下一个。这个跟哈佛的人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功利心比较，功利心非常强。对，教授和老学生都是这个样子，非常可怕。对，就是这个我现在还是我还是有点受到 traumatized， 就有点。偷偷告诉我是谁啊？剪掉就剪掉。对对对，还有一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有点浮士德的那种想法。我是浮士德，我要用我的灵魂跟你，就是我要换取知识，你给不了我知识，我就，对不对？哎呀，那如果我要做一个生意人的话，我想说，你把这个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肯定是错误的。我觉得对，一棵树上吊死肯定是不好的。对对对，要买大盘。我跟你讲，我能去，就是去，我可能尽量去往他的那个方向去想，就为什么他们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浮士德精神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浮士德精神很过时了，我觉得其实很危险，说不定把这个这么多的压力记在同一个亲密关系上面，也是一个会起副作用的事情啊。对对，而且我觉得不安全，就万一一些什么事情，你还是需要你这个友情需要去栽培的，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赶紧给我冒出来。对，要栽培，要栽培。对啊。那我问你一个有点难的问题啊，你的老公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我觉得现在他慢慢的变成我，就是我可以交更多新的一个对象了。我以前是分得很清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爱情跟朋友，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大部分是搞音乐的，对，所以你要让我把音乐的东西去投注在一个理科生上面，有点就是牛头不对马嘴。那我呢？成不了你最好的朋友了是吗？不是，就是这段要不要剪啊，小白？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我的那个 nerdy side 是需要只能跟就是比如说这个 nerdy 的 musician 去聊。比如说我跟你讲这个音符高低怎么去够它，你肯定觉得，然后就开始叮叮叮叮叮。surprise， 我觉得很有可能。Okay, let's give it a try。我一直鼓励 Ella 多讲讲这个音乐方面的东西，因为你至今讲过那些音乐世界的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啊。是吗？OK， 下一集不要小看别人可能对你的这个，因为任何一个 nerdy 的人讲起自己世界来的时候，只要你讲得清楚哈，讲起自己世界来的时候都是很迷人的呀。对对对，那也是。所以下次试试看。对，不过音乐跟数学是相通的。数学好的人音乐都很好。我不想讲数学，谢谢。哎呀，又扯远了。对，但我现在我觉得我的伴侣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然后我觉得我慢慢的可以把她当成我的闺蜜的之一，但是我也有很多话是，比如说我的闺蜜跟我讲的话，我不会去跟她讲的。所以她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其他人还是不可替代的，对不对？不可能。对对对，对她知道的，她一点都不会吃醋，她也没资格吃醋。对，你呢？我也觉得，尤其因为我的现在的伴侣跟我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吧，时间上面还达不成。那当然，强度是很大啊，因为我们这个认识了之后，就好像一直黏在一起，并且是都是在家工作，所以你如果可以忍受这样一个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互相忍受的话，是不容易的。尤其我们两人性格都是这么烈的人哈，你见识过，
我觉得还是很难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我们是什么都可以讲，包括最近其实有一个Ellen 你很清楚，我们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坎，但是同时它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 breakthrough。breakthrough 英语怎么讲？中文怎么讲？一个突破。突破，对。有的时候突破就来自于这种很大的坎吧，对吧？不管什么事情我想要跟他讲，这一点上我肯定是最相信他的。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有些朋友的这个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是，比如说八卦就是要找你嘛。对。Gossip cartel。Gossip cartel。OK， 这个讲岔开了哈。那个我们再回到下一个问题呢。第三哈。那我们刚才说了怎么样认识人，对吧？建立友情，然后友情和爱情的摆放你怎么样维持友情？因为我们也说了需要栽培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loving and kindness 的这种边界感，但是是有真的是给了爱和这个尊重的这种边界感，而不是说强化上去的。这个边界感要慢慢摸索。比如说认识一个朋友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的那个面就会不同的 facade 会在你面前展现，有丑陋的，或者是有很美很美的，或者有极美的，或者是有你完全不知道的没想到的，对没想到的阴暗的一面。你怎么去接受？因为好是好在你跟朋友之间又不是说天天住在一起，对哈，对，相见容易相处难嘛，对，不住在一起这种情况下，你们当然这个 physical 的距离是有的，这个也可以增加很多美感。就算它是一个有一些阴暗面的，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能继续交往下去，因为你不用每一天去 handle 它的这个阴暗面。对，我其实挺惊讶你说的第一点居然是边界感，但是我觉得边界感确实很重要，因为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做嘛，对吧？你那个八卦谁不会啊，对吧？一起吃饭谁不会？但是这个反而是那些容易有挑战的地方，边界感的存在，它会让我们更好的去 navigate 这些难处哈。对，对，就是在你那个你知道什么时候见好就收，对，或者是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出点什么篓子啊。我觉得尽量就是我是会保持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跟朋友之间就是那种有点相濡以沫的彬彬有礼的。虽然我们就是感情是很深哈，但是我会尽量不去碰他们的那个，他如果不告诉我的隐私我不会去挖。他愿意 share 给我的我就会去为他去消化。他如果不愿意我share 给我的，我可能会知道 OK， 那这个他或者是他只是暂时不愿意跟我分享，他可能慢慢的他会愿意跟我分享。对呢好像有些观众曾经提到过说你们讲什么不同意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会有分歧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观点都是很一致的。其实我们也有需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那作为朋友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把这个很不同的或者说甚至相撞的地方去相撞，对吗？对，不去碰就好了。对，不去扩大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都很爱自己的狗狗，但是我们养狗方式之前也说过很不一样。对，这个 philosophy 很不一样。但是我养我的狗，你养你的狗，很有边界感，对不对？对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做朋友确实是有点比较容易的一个地方。对，就是你互相尊重的这个边界，我觉得就会很好。但是你必须得相信没有好坏，就是对方的这个让对方做自己他需要做的事情。对，或者说你相信对方的选择是有原因的。对，就是给他这个 doubt， 对不对 ？the doubt，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你的这个 show up 我觉得很重要。对，我以前在 show up 方面我觉得非常的欠缺，总是别人会 show up 在我的身边。我每当别人有难的时候，我 show up 我这边就怂了或者就懒了。我前10年我就硬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我自私的毛病，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对，我觉得我是那个有点像 receive 了很多好的，我没有回馈及时回馈，或者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回馈，但我现在真的是我非常努力的 show up。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Jakarta，陪我先生出差，当时我一个朋友住在很远印尼另外一个岛上面，当时我就在想，那我既然来了，我就要 show up， 因为这个印尼好像我觉得不是说你去了印尼的某个岛你就要 show up 去了，他很远呢，飞2个多小时。但是当时因为他知道我去了，我在那个 Instagram 上也说了，而且我待的时间还比较长，然后所以他当时就邀请了我一下，然后我当时在想，那我还不如就 show up 一下，然后我就买了机票，我就去看他了，我就待了2天，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就是48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稳固了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友谊了。我觉得又是他会觉得很 appreciate 你这么老远到了 Jakarta， 你还飞到我这个城市来陪我。对，所以有的时候 show up 了，你会被 reward。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reward 的。我现在但是对方得要看得到你的努力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朋友还真的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对啊，他就没有我就觉得比如说每次来就是每次都是你给予他不给的。那这个这个要我们待会儿有些朋友就真的是其他都很好，但他从来不带任何的东西，就是不 not even like I don't know, like a bottle of drink or something， 就是他都不带自己的这个份额。真的就是在这个方面不是很就注意不了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对不对？我不是觉得形式啊，我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别人的这个付出嘛，时间、物质，对吗？或者这个 thoughts，你就每次都空手来啊。我觉得还是挺那个。我在小红书上有看到过这样子的争论，就是绝大部分的人是站我这边，就是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就是什么都不带，在别人都带东西的基础上，并且很明显这个 host 在给予的基础上，那是有一些问题，有点占小便宜是吧？有没有？你占到多少便宜了呢？对吧？你别人都看得到但我就觉得这个心理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不太理解他是真的没有看到，还是就想占便宜。这点我同意我妈说的，就是一个水果都不带，你还想我就觉得这肯定是象征着一个neglect， 对不对？对，这个又让我反映到最近的一件事情。对，一个有毒的一个就是友情，我把它给就是斩了，对，斩掉了。哇哦，对，但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就是支持，所以我觉得准备待会儿讲还是现在讲？可以讲，可能要修剪的那种讲。好，毕竟他看我们的那个节目。对，哔。你应该说他不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人就不会怀疑了嘛。耶这是老实，你看多老实啊。OK， 还有就是还要补充的吗？说回做一个癌人哈，我觉得这个友情卫生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你太多的精力浪费在去试图维持或者解决一些dysfunctional 的不工作的这个友情当中，对吧？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你好的茁壮成长的健康的友情上，对，你才会对你真正爱你的朋友才是公平的嘛？对吧？你的付出，而且精力就是有限，绝大部分的时间 disproportionately 花在这些 negative 的不良的情绪上面去解决或者去纠结。其实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就拉回来去放在好的这个 nourishing 的事情上面滋养你的事情上面，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对自己也好。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开车被人逼了一下，你千万不要去花时间去不开心。对，那个就是一样的。对，你被 ego 冲上头了，结果自己啥都没得到。是。我觉得 Ella 如果认为建立这种善良的善意的边界感是最重要的话，我其实想到的最重要的维持友谊的方法，我觉得你只要是善意的就能够维持所有你值得拥有的友情。如果说有一些人真的是过不去那可能 not meant to be right。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是 well intentioned 即使说了一些很直的刺到有些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这个心的话时间长了还是能够回到一起的。我觉得这个 integrity 永远是做人的这个最好的principle。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 Epicurian？ 对，我至今还是觉得其实这是 Stoicism 的这个 merits 美德，就是要过virtuous life，因为这是你能够控制的然后其他的你不能控制的因素就不要去在意，不要去纠结。对。那 Ella 其实我们俩还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搬家无数次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远距离的 long distance 血泪史友谊，甚至我仔细回想发现，我觉得我绝大部分的就是按照数目来说大部分的都是远距离友谊并且很多友谊已经是远距离了大部分时间所以远距离才是常态。你呢？我一半一半，我觉得对，我觉得我的这个就是交友的这个盛世又重新回来了，是搬到了葡萄牙。我交友的就是让我觉得开始 question myself 的这个就是能力的时候，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可能也遇到了什么疫情这些，可能对，咱们没有一期是不能不提到香港的。Sorry。
是一个 convenient counter example。冇意思啊，大家，真冇意思啊。这个确实在我心中落下了很大的阴影，对不对？我觉得是我可能一直都得拿出来说的。对啊，这个其实要做好准备。不仅仅是香港啊，我以前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哈，我小时候住在上海，越是这种大的地方，越是很 dense 的这个密度很大的地方，你反而更容易跟邻居那个互相不说话，对不对？对对对。反而在这个里斯本这样密度比较低的地方哈，然后城市比较小，你看到一个就路上如果听到有人讲中文的话，你会打招呼或者这个朝他们笑笑，对，然后走过你的家门口的什么水果店、肉店、洗头店，全都会打招呼的。对对对。远距离交朋友的话，我其实特别想提一下，曾经小的时候其实也试过这样子的，比如说笔友，对不对？对，笔友，对啊，那个时候交了好多就是好美好的笔友啊，因为我有很多音乐夏令营，然后就去参加之后，你就跟对方成为了朋友，就鸡同鸭讲也讲不清楚，他对你英文也不好，都是外语，对，然后就是自己随便写的那些，就你估计那个句子都不会成型的，写在信纸上，然后对方互相寄这个贴纸，互相寄近照，然后就还给你寄点小礼物，因为那时候穷嘛，学生只敢塞一点小东西在信封里面，什么香香的纸啊什么的。对对对，他给你寄他的 collection，然后你给他寄你的 collection。来自哪些国家的小伙伴？我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是新加坡的，然后还有美国的，还有以色列的，然后这些就是真的是你会觉得。就是那现在我觉得到后来居然没有成功，就是没有再继续，就是因为数码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他选择上网的那个就是年份不一样，比如说就是 Facebook 出来了，我觉得就丢了一大批的这种。所以我还想问你啊，这些信几乎都能够寄到啊，没有遗失。我从来都没有遗失，我们的 conversation 都是在这个对，都是顺的，都是记的，无话不说。大概这个 cycle 有多长啊？一来一去？哇，真的是10多年呢，真的是。不是你寄出一封信，再收到下一封，一般要等多久？大概我在想哈，大概3个星期我记得。那你真的是拿到就回信了？拿到就回，而且当时我记得我跟另外一个女孩，我们2个人是属于音乐爱好比较疯狂的那种，我们还给那个德国宝丽公司写信，就是那个很著名的唱片公司 DG， 然后写信找他们推荐笔友。因为我们当时就已经到了那种就是很希望有另外的一种就是精神世界来跟我们交流，然后对方还真的给我们推荐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很可爱，觉得2个中国小女孩，对，就觉得2个中国小女孩英文这么差，然后这么认真的写，然后我估计对方会拿到很感动的，就是对，我不知道现在这些他们还在不在哈。Please keep in the museum. Oh my god！ 欧洲人本来班都不怎么上，他有空来给你这个对找笔友。对，我们当时还收到钢琴家的那个亲自签名照，然后就是这种就特别的感动，有求必应，而且都是免费的，给我们寄谱子，寄这个就是很好看的那些信封，就是他们觉得就是我们会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好有人情味，好有人情味。对，这个就是给你的，就是你会觉得人类其实有这种情感，你不认识你可以去交流，对不对？现在这样子的这种 correspondence 还是会有，比如说你如果给白宫写信的话，你会得到回信的。但是这个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就是他专门有一个办公室，有个团队专门做这个事情，对对对，发雪片一样。是，我以前在议会就是就是回信的那个人，你懂的吗？对。好可爱哦！对对，就是很 sweet。但是我也有其实说到这个笔友啊，就是这个是早于我22年友谊了，是我小学的时候，我是跟我前座的好朋友，你们互相写信。就距离很近，贴邮票，贴邮票的呀，那也很 sweet， 超可爱，而且每次就是越寄越厚，你会这样，会每封信开始寄照片，然后这个粘纸也会，对，然后还香香的，对对对，我会闻啊，我拿到就先闻，然后你会挑好看的，更喜欢的朋友你就给他更好看的，对对对，超可爱，哎呦。
对啊，然后或者你看他给你寄的，哇，今天寄的这么好 ，OK， 我也要去那个寄一份非常好的。对对对，你还有一点点这种很可爱的 competitive。是那时候都舍不得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还是要寄。为什么？因为邮戳啊、邮票啊，包括粘住的，你要撕开这个过程。是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我还会很想念那个拿到的那种感觉和味道。你现在拿到的信都是账单。是我跟你讲，我经常收到什么美国寄过来的，没有任何好东西，都是告诉我欠什么东西。以前的信可都是好东西啊。对，现在就是信没有好东西。对。但我现在很多都是那个顶多来自朋友的也是印刷品，对吧？你会收到明信片吗？现在我会收到我现在也会收明信片。什么圣诞节呀，包括小孩出生啊，还有就是有些人的婚礼是会送纸质的卡片的。我很喜欢这种。我其实不太喜欢我不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肯定不会做。但是这个在美国其实是一种文化，很多人每年就是会找这个在线的 service 服务帮你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可能是一个从纸质写信直接跳到 online e-card 的这个人吧。对，其实 Facebook 对我来说也有美好回忆的。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人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其实06、07、08年的时候 Facebook 在国内是没有被禁的。是吗？对，那个时候你不用爬墙，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好好的。对。然后我也是在一个夏令营认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crush，这个男孩子是瑞典和韩国混血，然后是搞音乐的。帅不帅？很帅。然后可能很大部分的帅是我想象出来的哈，因为你毕竟就这么多年了，你到后来全是靠想象。然后我们就在彼此的这个 Facebook 墙上，你知道，你还记得那个墙这个概念吗？对，那个 wall，互相留言然后越留越长，然后有那个时候你如果对方给你留言了，他会系统会生成一个邮件，那个邮件到你的邮箱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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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wrote on your wall。 对。然后我跟你讲，我连那个邮件我都不舍得删，就是那个 notification 邮件现在 notification 都是那个10000条一起删的。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些东西很令人感动。现在真的是信息大爆炸，而且很多都是 spam。对但那个时候的你的这个 message 可以写那么长，然后有的时候我给他写的长一些，他给我回了一条短的话也不开心了。对，所以其实我跟他的故事很像 Past Lives 那个过往人生里面的。对，因为我们后来在纽约重逢。是不是要听下回分解了？这个就是重逢一般来说就是一切的截止。OK， 因为有些东西还是怎么说呢？不戳破会比较美吧。对，我其实同意的。其实见面了也不是说他不好，或者说变丑了，或者怎么样，也不是他有女朋友，我甚至觉得他有点 asexual 或者I don't know gay I don't know but 就是觉得你会被提醒，其实 it's not going to work. It's prettier on the wall in the story, right? Like 所以 pen palship 即使是 electronic 我也觉得很美。对，我觉得这种我甚至有朋友跟我说，他在我们知道的一棵树下面埋了一个盒子。他说等你60岁的时候，你去那棵树，如果那棵树还在的话，然后你去挖会挖到它，但是你必须是60岁去，你不能提前去。然后我说你密封好了吗？他说密封好了的。我想到我在那个巴黎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友谊，当然现在这个友谊我们还存在的哈。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当时家里面特别贫困，所以她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手机充值卡，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打电话。她唯一能给我打电话的就是她给我打一个 miss call， 然后我再给她打回她的座机。接不要对，接或者是打到她的手机。对，基本上是她的座机，她有一个 landline。但是呢，她非常感恩我的这份友谊跟她之间的。她每一次她比如说想给我回馈我对她的这种就是好处，有的时候我会请她吃饭我会跟她一起去喝咖啡，我会主动去帮她买咖啡。她呢她说我只能做饭给你吃，非常实诚的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只会做饭，我给你炒个面可以吗？然后我说当然愿意了。但是呢，因为她没有这个我的就是电话，所以她每次来我家，幸好我家住在1楼她每次就是要来找我，她会提着面，敲窗吗？对，她就会在下面叫我的名字然后我是第一次，我突然听到我说怎么有人叫 Ella， 我就想谁还对啊，我说这有点
点像我的名字，我在想不可能，我就ignore大概几分钟，后来我就一直听，我说不对啊，这个名字越来越像我一打开窗我说怎么是你呢？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忘了吗？然后我说哦对哦，我说那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他说没事，我就来看看，如果你不在家我就回去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上世纪的好浪漫呢，友情哦，就是会unannounced 出现在别人家。对，我现在跟你说，我连 unannounced 去打一个人电话都很少，除非是出了急事，然后我才会那个不提前先发个短信说，哎，你有时间吗？对吧？我一般很多事情都是短信联系或者说语音消息，连打电话都很少，就是直接一通打过去。现在的这个人的距离感其实是有点增强了。对，特别是我觉得像我觉得我可能稍微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润滑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的朋友大部分是搞音乐的嘛，大家都还是比较有空是吗？就比较神叨叨，对，比较就是浪漫，大家就觉得，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夜晚的时候给我的那个彩虹朋友，就直接给他发一个那个就是FaceTime 电话，对，然后他接就接，他不接基本上都会接的，然后他会很开心接的时候。在我的那个非常不神叨叨的朋友圈里面，如果你没事情一个打电话过去，视频，人家肯定觉得你有急事，You better 对但你别说，托比这一点跟你是一样的，就是他就没事情喜欢打电话，所以这一点我们其实一开始还争吵过，因为我觉得他不尊重我的时间，因为我接起来他还没想好要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I'm busy. Just wanna listen to your voice. 这点真的很好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新的时代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潜规则哈，虽然有一些 distancing，但是这个我叫它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就是它不是这个同时的这个沟通，也让我们更好的去维持一部分的这个友情哈。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群组，我不能说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一般都是一个 cluster 一个 cluster， 这个 cluster 3个人，那个 cluster 4个人啊，所以大家都是在群组里面对话。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已经是 long distance 了，很早就搬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非synchronous 的这种交流，能够让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友谊，对吗？因为我一般是这个时间最早的那一个，其他人都在北美东岸或者西岸，那我先早上讲句什么，然后他们下午回，我的下午他们早上回，对，然后可以沟通一段时间，不需要所有人都有空，对吧？因为现在30几岁了，有的人1个2个小孩子都生好了，真正要打电话是一件挺隆重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讲好了时间的，你可能一个人突然无法来，或者说忘记了，太常见了哈。对，这真的是necessity of life。但是能够通过短信这种24小时的交流，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幸福的。也是无奈吧，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保留这样子的友情的唯一的办法。对，也是唯一的办法。有的时候也非常的就是感恩于这种就是交友平台，对，然后我们又连住了。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光靠就是书信的话会流失嘛，对不对？这个丢失的万一丢失久了，可能别人会觉得也许你不想回复我。看那2战时期不是丢失了好多信件吗？然后互相那个爱情就错过了。哎呀，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的一些沟通方式并不是那么的像原来那样有人情味哈，但是有效也是真的有效。比如说我用 Instagram 作为一种跟大家更新我生活状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是不发什么明信片啊，不刚才说的那个过年卡片什么的不发的，我就是只在这个 Instagram Story 里面去分享我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我大部分朋友也是这样子哈，也有一些朋友比较诗意的，一年会在年终的时候做一个自我总结，然后他有一个 mailing list， 他就可以发邮件email 不是那个信件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少数的，但是其实你收到的时候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怎么告诉朋友你 what you are up to？我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随时随地的这个。你会单线交流这样？对，就单线交流。对，我觉得太累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不需要随时随地交流嘛，对不对？一年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比如说关系比较好的，就是你还好吗？还活着吗？对不对？对，我曾经在这
个因为自己的个人问题上面，我曾经消失了，在微信上面消失了好几年。然后当时我再上回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所有的人是担心我死了。他们真的是担心你的 physical 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经常发朋友圈的，后来朋友圈也断掉了。然后就是你这种消失，其实对于对方来说，他们是有一些就是害怕的，他们会担忧你。后来就是我也是等了好久才慢慢的一个一个恢复联系，因为毕竟你过得不好，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不发朋友圈的人，要不就是过得不好，要不就是过得很好。我觉得是，对对对。你也不发朋友圈嘛，对不对？我不发朋友圈，对啊，主要是没时间，太多东西要那个。对，因为发了小红书，你那个分享有限哈，而且我都是 Instagram 上面更新生活，因为我爸妈不在那里。对，跟你一样。OK， 所以跟这个远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顺便打个招呼。Love you guys, love you。OK， 那下面说说这个很 juicy 的一个问题了。跟不同性别的友谊，就是异性朋友，还有就是彩虹朋友，彩虹朋友，对，还有就是前任能不能做朋友？是。怎样？你说可以吗？我先说呀，好吧，我想先说一下我跟彩虹朋友哈，因为作为这个搞音乐的，就是我身边大部分的男性朋友都是彩虹，对，有一些是彩虹朋友和朗朗，对吗？对对对。跟他们的这个关系就是非常的融洽，而且非常的甜美。可以用这个甜美这个词吗？对，因为要一起工作，要一起，特别是在音乐里面，本来就是一个那种非常美好的那个境界，一种好像有的时候就是灵魂出窍的那种感觉哈。当然跟我异性的这个音乐朋友也是相处得很好，只要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们之间就真的就是合作关系。那种就是把音乐精神放在，就有点像把奥林匹克精神放在之上，然后你们两个下面的大家都可以去忍让，对，特别特别的美好。主要也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跟一个同样搞音乐的人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对，而且任何人都不担忧，对吗？而且音乐也会就是画一个很美好的界限，因为它太纯洁了，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昨天还在跟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其实是异性恋哈，然后我们是搭档好多年了，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台上面两个人灵魂出窍，就是哇，真的就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在演出。那一次是超常发挥，就是在台下合的没有这么好的，但在台上找到了一个感觉。后来他说他再也回不去了，我也再也回不去了。我后来再想重新回到那个感觉，就找不到那一个感觉，那个宇宙空间或者是有视频吗？可以放吗？有音频哦，对，有音频，特别特别好。就是Lev 是什么乐器？他是拉小提的，对 ，Lev 在场的，就是当时他也是他哭，他听的就是哇泪流满面的，就是我当时是完全不记得了。我自己弹完了之后，我在想原来我还在这个听当中还有观众呢。然后当时我们互看了一下，然后我们说 That was good, holy shit！ 然后结束之后各回各家是吗？对对对，就各回各家。但我跟你讲，这个音乐界好像怎么听上去这么的纯洁，我 partner 所处的这个现代艺术界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哦，对，这是不一样。古典音乐跟这个现代艺术确实有分别。我甚至觉得这个他的这个现代艺术界哈，就大家好像是为了要获得一些灵感而要睡在一起。在他的那个时代，大概2010几年，在纽约曾经甚至有过一个关系图被流传出来，不知道是谁去制的，就跟那个 Gossip Girl 一样哈，就是每个人在上面会有个点，然后谁和谁在一起过都会有线，都会有划线，好可怕哦！我觉得是有点可怕 ，True story。但是别说这个现代艺术界了，我跟你说，所有这个 high stress， 比如说什么 banking 啊 ，consulting， 那个是最乱的 ，incest 很厉害，对对对，因为那个酒精和这个药啊比较多，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说实话，现在谁要 employ， 从 Morgan Stanley 要 employ你还想去吗？打死都不去，对不对？所以对你说到这个 banking 这些，我觉得是很乱，我一点都不会去羡慕他们的这个年薪什么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付出在背后是多么花天酒地，而且多么让人难受，就是你都连自己的一个基本人生一个 core 都没有了，对不对？时薪还没有我的这个 facialist 高呢。
Anyway， 反正那个年轻孩子的家长们听好了，这个现代艺术界有点乱，而且钱也不好赚。当代艺术对不对？当代艺术，对对对对，音乐还好一些啊，音乐钱也不太好赚，钱不好赚。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先生是知道的，我每次就是只要跟那个古典音乐圈的朋友一聊起来，他就知道他要站边了，他就觉得 OK，I leave you guys to it。音乐界以外的异性的朋友。或者非彩虹的朋友你有吗？有啊，就前任，因为也经历了很多有毒的关系嘛，然后自己也在成长，然后现在我会真的这个厌男症会让我去排斥很多的异性朋友。小时候觉得有异性朋友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对，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有异性朋友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 boundary，然后对自己的这个自我尊重也不够，就觉得好像女孩子之间很容易有一些嫉妒啊，但是跟男孩子呢可能会好一些，爽气，对吗？对，会觉得爽气，但是其实而且那个时候那些直男的坏毛病还没有显现出来呢。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也是男生朋友很多的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这种爱护也不够，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还是会建立很多有毒的这个异性交往朋友。现在我会觉得在这个厌男症的这个之下我现在甚至是有一点杜绝就是太多的直男的这个异性朋友，就是新交的我会觉得他们的首先我会看他们是看我还是看这儿you know，对，他可能会直接就是盯着你的那个就是这个部位，然后我就会觉得第一个就是非常 off， 然后会觉得就是 I'm here I'm not here， 对不对？对，你有这种就是体验吗？我觉得跟你有一些像就是以前小时候男生朋友直男朋友肯定更多，现在确实是觉得好像没有很多很值得深交的直男朋友，多少都有些问题，这也是很无奈的一种事情所以确实是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直男的友谊变少了是情有可原的彩虹的朋友确实是很多，而且我现在真的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值得一个有彩虹闺蜜。对对，而且我现在也觉得我从女性身上能得到这些，对不对？对，就是很多的那个 support， 这个就是一个 stronghold， 真的。对，我感觉我身边有一大群人，就感觉是那种他们就是会是我的 backbones 来，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很需要异性朋友，就是直男异性朋友我这里讲的是，确实是因为你想我刚才说到的，我对于好朋友的要求的最重要一个核心诉求就是互相能够交流更深层一些东西。很多直男他缺少的第一个就是 vulnerability， 对不对？他自己都不想跟自己的这个情感做朋友，那我能够了解他什么呢？我又不可能跟他一起打游戏，对吧？我说实话我有点鄙视打游戏。我也是，对，所以跟直男的友谊到了20-30岁以后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对，特别是你发现20-30岁之后还喜欢打游戏的，你就会觉得很 off。而且好男人可能也回归家庭了吧。而且我也会就是怀疑他们的 intention， 有的时候不免会，对，这点是让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不想成为那个就是你的一个猎物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对，我希望我给的 signal， 我给的 message 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你不要就是 take it too much。对，所以现在我会有点避免，就是刻意的去避免这个就是直男的朋友。Ella 跟我其实刚才我们私下讨论里面也聊到，就是其实从小到大我们还是身边有挺多苍蝇的，对吗？就是那种被我们的女性的资本所吸引来的一些 unwelcome 的东西。对，关注包括赞美是过分的这个关切，其实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对，有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就是像化妆打扮，其实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是的，我也不是说自吹吧，就是我就是会觉得在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一下子好像太亮眼了，就是引来的目光不对。你想我们为什么都穿毛衣呢？夏天穿 T 恤，不想成为这某一种类型的焦点是，我曾经有段时间把我的这个就是WhatsApp 和这个微信的头像都换成了一个男的。就是觉得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像引来了很多，就放自己的照片好像很不舒服，没有安全感。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吐槽的一个，以后肯定要找个专辑来吐槽这个。我觉得女性安全感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对，我就是不是故意去招惹，而是就是这种苍蝇，就是
他就会来围着你转。对，我也是从小就觉得这种情色资本哈，是我想要避而远之的东西。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有些女孩子就不是这样。现在不是有流行一个概念叫做 pick me girl 吗？就有些女孩子会因为这样子的关注而感到好像骄傲、开心，甚至我从小就有同学哈，就女生同学，在初中的时候，就因为发现自己被人喜欢，就去收别人的礼物。哇然后同时可能会保持好几条线的这个通路。你会跟这样子的人交朋友吗？我会觉得非常的很难是吧？对，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对，绝对是。我其实也会有点嫉妒。有礼物是吧？我真的是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在这个某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很有名的百货商店门口去摇男朋友，就是用那个微信瓶子来摇。哦哇！对，她就专门要摇有钱的，就是从这个百货里面出来，摇到了，现在还过得很好。当时我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就是三观颠覆。可能也有人会说，反正直男也不可信嘛，你还不如找个有点钱的。也许他就是说我走个捷径，对不对？我下个月没钱交学费了。对对，钱是至少是肯定的。对，用自己的这个一定的情色资本可以去挖一个，获得一些什么。对对对对。我想就是问问你跟这个前任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好像我数了一下哈，有一个是还会聊天的，是上一个再上一个。OK， 对跟他呢也是可能一开始就是比较的活泼的一种关系吧，也没有刻骨铭心啊，坚持很久啊，然后很快就碰到了 COVID，所以就其实那个时候也感觉不会能够走到一起去。但是因为 COVID 又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近因为我也很爱他的狗哈，后来我也养了狗，所以我们就是 out of convenience 为了这个便利还是一直当着朋友。而且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个男孩子其实很帅，然后各方面条件非常好，但是他也有很多的心魔。我就是觉得我把他的心魔看得这么清楚，我都能够判断得出他下一段感情或者再下一段感情会是什么样子的，并且会因为什么原因结束。包括他的工作也是，因为他永远在想要着自己得不到的或者不想要他的人，或者工作上也是，就是得到了这个又回到原来那个去想念原来那个，然后再纠结嘛，就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城市，获得了原来那份他放弃了的工作，就永远不满足状态，现状。对，好像就是在享受这种longing，在享受这种enjoy 这种 suffering， 对 enjoy 这个受难哈。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希望他能够找到快乐，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也觉得你活该。但你还是会跟他，就是你们的这个友谊还是继续对延迟。大概因为还会交换狗的照片还有一个在纽约的也会交流也是很友好的打趣的。对，一般来说我觉得很近的，就是刚刚分手的，可能你不太会去对，那气还没消，可能或者说又觉得还是比较敏感，对吧？你也不希望这个造成任何的困扰但是久远一些的，并且是友好分手的，或者无疾而终的那种，还是可以的。对，我觉得其实我同意，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你那个resurface 的一些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原来其实没什么，释然了吗？对，释然了，对，大了都。对，我觉得特别是小的时候，我的前任就是他也会看的。我有2个前任是看我们的这个每集都追的，我也非常感恩他们成为我们的唯一直男观众，唯2直男观众，谢谢你们啊！对，我就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然后也共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然后他们之间还有互相嫉妒过呢。对，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前面的那个嫉妒后面的那个，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就是能跟他们保持很equal的，包括我现在可以敢拿出来说，我觉得他们都知道，其实因为大家都释然了，对不对？就是我甚至身边有就是朋友，他是可以跟他的前妻，跟他前妻的老公，还有他自己的女朋友，他们4个人是可以一起去旅游的。哇，对，然后就是对他来说，这个是一种福气，我也觉得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早就把这个就是放下，就 let go 了。哇哦，确实是一种福气，就是我觉得也需要一点运气哈。是，真的还能够走到一起。在小红书上我会看到一种 rhetoric， 就是说，
不要跟前任成为朋友，就是不可能跟前任成为朋友。是如果说真的本身关系是真正有毒，那千万不要那个觉得你欠对方什么。但是我不觉得分手一定就是代表着我们是这么错，或者你这么错。对让我觉得连朋友都当不成。但是有没有必要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也没必要。我觉得就是毕竟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生活的就是时间里面存在过，就留下这个美好的存在的记忆。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互相问候一下，然后知道对方的这个近况就差不多了。对，而且往往祝福，至少在我的这些分手原因当中很多是因为这个想要的东西根本性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些不一样会造成你在自我解放之后会去寻找自己各自想要的东西所以确实会反而分得比较远对，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我们这个下一个这个关于友谊的季节了。好诗意的一个讲法是就不同的 season。这也是其实我是在网上看到关于这个友谊的就是季节。然后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就是特别能够应景我自己的一些状态。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们比如说一年见不了一次或者几年见一次，但是每次见到你都会觉得是那种欣喜感。对，在一起度过直奔主题的那种。对，特别开心。对但是呢见久了就觉得哎呀好累啊，休息一下了。要的。对，互相又想要就是一个 break。对，你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有，比如说朋友来我们家玩我们一起这个在里斯本这个玩，一开始几天肯定是开心的无话不说，到最后是有点疲劳。是很正常。对。然后休息了回去各自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又是两条好汉嘛。对，是。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友谊的有一点这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时放一会儿假嘛，对吧？有些地方你可以不去触碰，有的时候你可以断一段时间让它 chill 一下嘛，对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友谊的一个自带的一个很优秀的属性对，或者是对方互相都在修理的一段时间。对，互相都受伤了，然后再休整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其实很希望因为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的好朋友来找我已经是在他自己舔过自己伤口之后，就是自己去处理一些很难很难的事情之后活过来了才来找我。我就觉得其实我很希望你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够reach out。我觉得我的朋友也是，大家都是互相自己舔自己的伤口，然后舔完了之后觉得还活着吗？还活着OK 没死。其实如果他在很需要帮忙的时候找你，你一定是愿意帮忙的。我肯定愿意。我曾经试过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在年少的时候我是很愿意，但对方不是特别愿意我的这个介入，因为他觉得可能在当时他那个不是特别理智的情况下，他需要更多的是自己的这个安静。对，这就是你说的边界感吗？对，就是他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我觉得我的这个出现其实有点帮倒忙了，当时因为在他也是一个万分火急的情况下。对，所以你有这个但是你有这个意愿，但是对方可能不需要，或者说他决定不要的，你还是要尊重。是我最近遇到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其实你也见过，就是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大姐，对，她特别好，是她特别好。你看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见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长谈，非常交心的长谈，我们的价值观很多是非常相似的，包括生育观这些。她呢就是跟我有一次她就跟我说，我们其实一直说约咖啡，但是都没有时间约到。然后有一次我特别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我们一直没有约咖啡，我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一个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 let's have coffee but it's never。 对不对？然后他说 Ella， 他说就是你在你特别痛苦的时候，我会在你身边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你状态特别好，我非常开心。他说你当朋友好的时候，我应该是为你就是庆祝的。所以他说他不想去来 take over 更多的时间。对，所以他的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特别成熟，我特别感动。就是他说你千万不要在意，他说我们这个咖啡永远会就会发生的。就是你知道有的人跟你说 let's get coffee sometimes 是 never，但有的人跟你说 let's get coffee you know it will happen exactly。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对，是一个sincere的。对，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受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季节也不一定是4季可能是淡季和旺季。对。我可能觉得比如说你在自己需要很多帮忙的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有像我们刚才所说到那种倾向，就是不要去怕麻烦别人哈。你会怕麻烦别人，所以不想去过多麻烦别人。实际上，我觉得别人想要帮助你的意愿比你也许想象的要强。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子怕麻烦别人的这种 fear 反而可以去 overcome 一下。对，你如果只是真的自己需要自己的空间，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哈。所以我确实也是在就是自己很 needy 的时候，which is actually not very often。但是当你难得真的是 needy 的时候，千万不要羞于去伸出你的这个手去抓别人，对，去拉别人，对，同意。别人一定会觉得很受怎么说呢？会有 flatter 的感觉。如果有任何朋友需要我，也可以来找我。我现在不工作以后尤其空。我现在确实觉得我有很多的心力可以给到朋友，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能量可以给。不过说到淡季旺季了，我还想跟你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自己的好朋友经历初为人母，包括甚至刚刚结婚影响没有成为母亲这么大，但是在他们初为人母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些单方面的淡季，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事实存在呢，还是我的一种偏见。我觉得我的好多那些朋友对于孩子太过分注重，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你作为朋友自动有一种这个嫉妒还是怎样，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不在你身上了，对吧？但是确实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别人过分投资于自己的，过分让渡于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好像变了，或者说很多他原来的这些风貌没有了，他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好像离那一些朋友会有些远。其实我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身边朋友就像你说的刚刚成为母亲，那个慌乱忙的那种状态，应该都有一些吧，就是我的偏见和他们实际的这个没有时间。对，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成为母亲，我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我一定要成为一种酷的母亲。我也在身边一直在观察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酷的母亲就是不管小孩几个月，你想 travel 就 travel， 你可以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对，但是他付出了代价，其实你肯定是一种选择吧，是一种这个放弃一些获得另一些。是，他每次都要他在他小孩刚出生1个月就开始演出了，然后冻奶，给他冻很多奶，所以他跟我聊天都是一边在挤奶一边在聊天，然后所以我每次在琴房里面就是碰到他都是在挤奶。有一次他要两个一起挤，他说你帮我挤一个，我要自己挤一个，手动的那种。对，所以就是就是真的是一地鸡毛。但是呢，有这样子的母亲，对，但是他现在又回归了这个就是100%母亲了。所以他也会有这个季节，对吗？他也是有季节，对，他觉得自己好像为自己和为孩子。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得到了他那个当时的那个就是那种想要的自我人生快感。他的 partner 也非常给力，对，他的 partner 都是在家里面的，就是他说如果没有他的这个 partner 的话，他肯定做不到这一切，而且他两个娃。是。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淡季怎么又变回旺季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些女性朋友也从一开始的这种 frenzy 就是慌乱走出来了，毕竟孩子也会稳定下来，对不对？然后自己也需要时间了，他也需要时间了，稳固一些了。有的时候可能 postpartum depression，确实是很常见的是，不管是不是被诊断出来的。然后呢，他们逐渐走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可以像原来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无话不谈嘛，对吧？就所以这些好朋友，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他会告诉你生孩子和包括老公的好与不好，对，就很实事求是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让我觉得，我又获得了这个友情的价值，就是什么都能说，能够交流一些真正的这个深层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要一起旅行如果排除万难跟那些初为人母的好朋友一起去旅行，他们会带着小孩和老公千万别，真的很累我就还是愿意去的，肯定是愿意去的，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肯定是要跟原来的那种单身的这个 travel 是很不一样的。对，他们也会很实际的就跟我说，他说真的不好意思，有了小孩以后，什么挑选好吃的餐厅就真的是看到什么路边的餐厅，正好孩子可以安静了，或者能坐下来吃饭了就吃饭了，就不吵闹，不会再去什么打卡任何的东西。对，我确实觉得也很好奇，就是自己以后会
能够做到有多不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I will be different. Yeah, my kids will be different. 但是我确实也看到了有些家长是不一样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光谱的。我会觉得还是想要怎么说呢？自己能够做到这种对于自我和生活平衡孩子的这个选择。但是在这个淡季和旺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那些成为了母亲的朋友有没有这么想过。我在想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母亲朋友，她特别很想跟我继续保持交流，然后呢，但是呢，她主要是小孩太难带了，她的孩子，而且她也是2个。对，就是前后隔了2岁的这个2个都是男娃娃所以他呢，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的经历没有办法，就是跟我就是分享。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经常爽我约，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内疚。但其实我不介意的，因为我知道，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学生多嘛，我就知道这个他们孩子熊起来有多熊，对不对？所以我的那个 expectation 是很低的。你知道很多教小孩子的老师不容易想要小孩，对对对，太熊了。是，那个熊的场景多过可爱的场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这个朋友他的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孩子大一些了。对，其实这个季度会过的，就是这个淡季他会过，随着孩子的成长，他自己也知道他更想要自己对不对？对，在那个女性在这个就是脱变的时候，你成为母亲，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就是不睡觉斗争，然后小孩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听话还是不听话的这个间隙，还有老公给力还是不给力的这个好几年的斗争之后，然后自己就是我还是要做自己。对，最终还是要找到就是自己有掌控的东西吧。对，是。哎呀，所以他们有这个需求，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是吗？对，他们很可怜，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承担。然后因为他的身边有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跟母亲朋友他们也很难成为朋友，因为真的吗？真的，就是他们之间有这个，就是我其实说实话，我的家长朋友当中有严重的这种嫉妒心态就是互相的比较。对，这个他们住在香港呀。就是他们就是小孩子之间会有比较的，对，因为还是就是这个离得太近了，对，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心态其实也是正常的，只是说他们控制的比较好。我们每次拿香港开玩笑实际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在一个很资本主义的一个地方，你的很多的成就或者你想追求的东西都是好像明码标价的，对，所以确实很容易造成这样的比较。是，但是你要是在一个像葡萄牙这样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些这个父母带着小孩今天采蘑菇，明天去海边这个潮汐池里面去抓小海星，你不会觉得嫉妒，你会觉得真的是很 inspiring， right？ 你会很向往，你也会想说我也想要给小孩这样子的这个体验。我看到这种快乐，我是真的觉得真心为他们开心的，反而会让我觉得我也想要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和我的小孩的关系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这么好。对，但是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在香港、上海这样的地方更难。对，大城市确实这个就是施压本来也很大，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对方谁报了什么班，对啊，并不是看到谁出去抓海星什么的。是，也确实比较难哈。是，哎呀，那么讲完了这个淡季旺季又是一个 juicy 的。对，接下去讲讲是真的就是要断了，不能淡了，你必须得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有毒的友谊？你怎么样去就是做这样的决定呢？有经历过几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当然是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觉得就是怎么感觉就好像对方这个女孩子不想让你交别的朋友很控制是吗？对，控制，想把你就是据为己有，就是觉得你交了别的朋友，他就会去说这个人的坏话。哇，对，当时不知道这是有毒，当时只是会觉得怎么就被人控制了呢？怎么这么怕他？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他是那种操控欲比较强的，但是也断了这个关系，因为觉得大家这个分道扬镳最好。还有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我先讲你看要不要删掉？这个有点劲爆。你觉得我会想要删劲爆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讲。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呢，曾经认识过一个比我年长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关系走的也比较近，当然她是有点那种把我当成那种逃难姐妹的那种一个关系，所以呢她呢
到最后我们为什么会断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在经济条件非常差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要找我借钱。我不是说我不借钱嘛，在友情当中。我说，但是呢，如果你没地方住，你可以在我这里暂时的这个居住，我就提供了这个住的地方给他。他当时跟我讲，他在这个一个按摩中心找了一个工作，就是帮别人按摩，每个小时多少钱，按摩师的这样一个工作，也 training 过。然后到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开始在给别人就是做那个 happy ending。哦，哇哦。这个只是他刚开始，我当时已经觉得非常的有问题了。中国留学生吗？对，我当时其实很心疼他。我其实第一个是心疼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俩都是留学生，为什么我可以正常的生活，为什么他必须要走这条路？对对。我当时就在鼓励他，我说你能不能再找别的工作？因为他不是学音乐的嘛，他是学就是普通的这个商学的这些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去找个什么秘书啊，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咱们学商学就是做秘书的是吗？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是，要不就是银行，要不就是秘书，对，太好笑，继续说。然后我说，我当时我就给他想帮他指路嘛，因为我心疼他做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长久之道，对不对？到后来呢，他也欺骗了我，他就是他宁愿去做这个，他也不愿意改善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以前是那种就是买名牌，吃好吃的这个餐厅。他拿到这种辛苦挣来的钱之后，他还是买名牌。他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说给自己找个住处，最后他升级到就是真的是跟出台啊，对，出台。哇！他还跟我讲了这个经验。哇！当时我听完之后，我是为他心在流血，你知道吗？因为你认识他也是很多年，也是共同其实经历过很多患难的。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就是跟他讲，我说我不能再跟你就是继续就是保持朋友了。然后我说你还是要搬出去。他现在什么状况你了解吗？我不知道，我跟他完全断了。哇！就是完全，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我实在是我 hold 不住。对，我没那么大本事。我不是说歧视这样子的人，我只是觉得他并没有就是说用这个这么辛苦的一个这种徒劳费来改善生活，而是去好像就是还是花天酒地的这样子买名牌，就是买 Prada、Gucci 这些都不眨眼的，我都舍不得买的。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知道对方是可怜人，你也不会无条件的、无止境的这个去帮助他。对，要保护自己。其实我有一个有毒的，现在是属于分手状态的这个友情哈，有点相似的，就是他有这个 substance abuse 的问题。substance abuse 这件事情，我本身是比较带有同理心的，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吸毒啊、酒啊等等，对，我是算是能够理解了哈，就觉得我知道这是一种人的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容易上瘾、成瘾性的性格，但是他确实也是像你刚才朋友这个这个例子，没有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自救，而且是影响到别人，很自私的影响到别人，然后可以说是背叛了我们哈，所以我也跟托比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很要注重这个友情卫生的，我就是要把它斩掉。现在即使他们还必须要保持某种关系，我也这个直接就说我不见但是我现在又有点心软，因为这个人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样的人就是有好坏嘛，对对对，你总是会有点希望，你会觉得你希望可以救这样一个那么有才华、这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再让我失望一次的话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还有一些例子哈，就没有刚才我们两个人所说的就好像这么黑白分明哈。有一个朋友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不幸的遭遇吧，就是他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的母亲得了 terminal cancer，已经是第2次，然后所有的这个基线治疗都已经证明无效了。我朋友这个人呢是在美国读书，还在读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项目，然后母亲是在亚洲受难，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是一放假一得空就得要飞来飞去去照顾他的母亲，而且这种照顾其实更多就是精神上的这个陪伴，或者说share，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他的母亲其实对于这个疾病就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这个接受 acceptance， 就脾气会变糟。这种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看到有很多的，有的时候病痛是会改变一个人的，会让人变得非常的这个难以接触。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是
在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困境里面，时间长达2年了。为什么它会对我们的友情造成一定的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我的朋友他没有做任何的尝试和改变，他的抱怨，现在的抱怨和6个月前的和12月前和这个2年前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不会觉得 too much negativity，但是对于他的这个 complaint 一直没变，包括比如说没有尝试换一个 therapist， 或者尝试去是一个 antidepressant， 或者说去做一些什么，你要我说要不 surrender to it and just you know take it as is， 或者你就 take full control right， 你就觉得我要去抗争，我要去怎么样，但是困在这两者之间，好像一边抱怨一边觉得自己什么，就是别人给他的任何的办法他都会否决嘛，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让我觉得很难不知道在下次再说什么所以我会很为他而着急对对，就是干着急，对对对那种我特别所以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没有这种明显好坏的，你会觉得也许下一次他再找我的时候，我又有这个能量，我又充电充满了，对，我又可以做他的这个朋友，又可以去倾听他的这个 complaint，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他需要做些什么，因为毕竟是他母亲的病，不是他的病，我会觉得一定要最终要把自己的这个快乐和这个忧愁跟别人的这个快乐忧愁而分开。对，我特别能理解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我有一些就是我不能接触的朋友，就不能接触的友谊，可能就是complain 比较多的，就怨气比较重的，对，而且没有显示任何自己在做些什么，他好像就是为了 complain， 对，就很 enjoy 这个 complain， 然后呢他很想期待你也跟他一起 complain， 所以这个我也结果你给他这个提意见，对，我给他提意见，你去找心理医生，就马上就那边就绿了，说不下去了，对，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这种朋友，不是，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也要小心的，就是他永远在说自己是，他完全就比如说他不会为你感到高兴，比如说你的有一个小举动，你的一个成就，他永远会把这个就是轻而带过，somehow manage to talk about herself， 对，这种其实我觉得也是属于一种就是有毒的关系，霸凌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也是现在开始学会就是离这种就是敬而远之了，就是他在吸干你的能量嘛，你觉得永远是在好像永远都是他最重要，对，我们在不求什么直接的回报，也会觉得这很累，对不对？对，还有我跟那个就是面部表情不能 detect 面部表情的人也交不了朋友。我现在发觉，对，我其实一直在观察，我说为什么哪些人我靠不近？对，第一种就是我觉得他们不能 detect 这个面部表情，就是他对你的这个就是察言观色能力比较差的，这是一个病来的，就是他们就是天先的一种 condition， 也不是病哈，读不懂，对，他没有这个，就是他们有的人瞳孔放大不了。对，就是因为你看婴儿他会小孩子，他们说小孩子对什么样的人会着迷，就是看他会发现这个大人的瞳孔一下子放大，狗狗也是这样子的，他会来亲近你，所以他会觉得你好有这个神秘感。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人也会有天然的亲近和远离吗？就是对瞳孔放大的人，对，会的，就比如说会有表现的人会，因为你会觉得他说话的时候那个房子都亮了，就是那种 enlighten 的那个感觉，能量场，对，但其实就是他瞳孔在放大，对，但是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能力，你会觉得他自己也无法表现，也无法感受，对，哇，对，这是我最近发觉，我就说原来我跟这样子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我就觉得体验是什么呢？具体体验你就会觉得很累，特别累，对，你会觉得你跟他说什么，他感知不到你的那个感知。对，他只能从他的这个一面的这个来表达，他不是一个3D 的，他是一个 2D 或者1D 的那种。我有一个跟你相似但是又有些不同的这个怪点就是我以前说过我是智性恋，对吗？就是对于友情也多少有点一样吧，就是觉得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对方能够 get 到的，但是有那么一种人，我不是说他是成为我朋友但是就是大家都是对彼此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可就是比如说你想要说一句什么话，有的时候他会想要完成你的句子，对吧？很正常的很自然的那种，不是这个打断的那种，但他每次完成的这个句子都是不是我想说的
对，那这个就是觉得哦，我们俩真的是这个电波是上下下。对对对对，我跟在2个频道里面，对我跟不同的亚裔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是不是有这种？就是他每次想要 finish 你的句子，但是他 finish 错了，然后我当时就很，你还会觉得很尴尬。对，我还觉得出于我这个人比较善良，我还想把我本来讲的东西再柔化一下，再那个跟他所说的稍微靠拢一些。我甚至还说，差不多，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不太一样的。对，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对对对，我跟你一样，对，这点很有趣。所以这样的朋友很难成为，很难。对对对，就也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差不多了。对，太累了。对，就像你说的，太累了。是。那你有没有被分手过？被朋友分手？基本上没有。我有一个彼此分手的哈，就是真的最后还打了一个电话的，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人生的选择跟他的人生的追求是完全相反的，对吧？我放弃了一些，我 denounce 了一些东西，说声望啊、地位啊、收入啊，都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真正想追求的，这是我以为我应该追求的啊，然后我就选择了跳出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什么裸辞躺平这些标签哈。但是呢，他就是那个追求的很成功的人啊，所以而且他真的是，其实我们是本科同学，很多的参数都很相似，但是他就是真的一直就有那种斗志，就他就真的就是能够做到进入 investment banking， 进入 private equity， 一步一步的这个走着最接近的那条道路。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够想要还是怎么样因为商学院理想状态嘛，算是这个 finance 这个路径的这个2年 banking， 2年这个 private equity，对，然后他在这个简历上看是非常非常的牛和成功，但是实际上我知道背后就是一种想要，就极端想要，来自可能是他对于这个 identity 的不完全感呀，包括家庭的这个social economic class 啊等等，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因素都是来源于童年或者来源于这个原生家庭的哈。我觉得我就没有这样子的足够的这个动力，那所以当我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我们很明显的就无法成为朋友了。是，他会觉得你为什么想躺平？然后因为他的对自己的价值需要别人跟他去认知、去追求一样的东西来这个烘托。对。如果没有人在意 banking， 没有人在意30岁 make partner， 没有人在意赚多少钱，实际上生活一地鸡毛，不觉得这些东西金光闪闪了以后，他就会崩塌，他的价值会崩塌。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觉得选择我现在所选择的东西会放弃掉一些朋友。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被分手的经历和分手的就是你去分手的这个经历，其实也就是那个分道扬镳那种价值观已经不在这个平面上了。对，也不要觉得惋惜，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辆火车嘛，对不对？我觉得也会认识到新的人。他会出轨的。我还在原来我的路上开着嘛。我也其实很好奇最终会何去何从哈，就是我在想最后会不会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 converging 呢？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有朋友就是分手了之后又找到对方了？我有我没有变成原来这么好。大学的时候而且就是那个学期呢我特别忙上课，他那个学期正好是 take off， 然后是在实习，然后他失恋了，他决定分手还不知道被分手，我忘记了哈，但是他非常不开心，然后那又是达特茅斯的冬天很冷，我们两个是室友，我在外面那一间，他在里面那一间。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爆发，他说我在经历这么多的东西，你居然一点都不关心我。然后我在那边我那个学期上了比平常更多的课，然后我就在那边从这个书本抬起来，我惊呆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错过了这么多嘛，就是我有这么麻木没有关注你到你直接上来就跟我发火啊。就我就在想说，如果你跟我说你有任何的需要，我一定会帮助你的我确实不是什么这个很自私的人，但是我是没有看到，我可能就真的是一直在看这个这个书本，对 figuratively， 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那个背影，因为他走进房间就是看到我在读书的背影嘛，就觉得我一直在没有关心他。但是那个架真的是大到就是
我们马上就分房了，我换了一间。你也有哄回去吗？没有哄到啊，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有这么不开心，那么需要帮忙。我觉得你看上去这个很 lively，整天也挺忙的，对吧？我就觉得，因为我是那种如果需要帮忙我一定会叫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别人也可能是这样哈，但是你不是，但是你也没有给我机会啊，对吧？后来我们就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再怎么样说过话哈。然后后来有一次在波士顿很多年以后，就直接就很自然的联系上了，对，当然没有变成这个最好的朋友哈。学商的跟学医的，我跟你讲，好像就是走不到一起去。就是性格有点不同，包括学商的和这个学法的简直就是水火不容。因为一个想要讨法，一个想要这个知法。然后我就跟他那一次一起出去逛街，因为好像我买车了，我们就一起去超市。他有这个 Costco 的卡，我有车，所以然后后来就是又回到了这个 Instagram Friends 的这个阶段，对，也挺有意思的。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觉得可能这个友情的这个突然的崩塌有一点可惜哦。你有吗？重逢的？有重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吵架吧，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大家也没有说真的把对方给就是删掉，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于心不忍的那种。然后再重逢，其实我也是为对方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段时间真的是成长了，然后我自己也成长了，也很多年了，真的是大概也是有7、8年。其实我的这个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吵架其实我自己要负一大部分责任，是因为我消失了几年，因为我实在是过得不好，对，所以我是自动消失，然后所以在可能他也很难找到我，后来又重逢了之后，他就会说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告诉我呢？对，就是有这样子的。OK，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标题党哈，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投资友情，因为虽然我是经常跟大家说你要买投资产品的话就买这个大盘，但是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我觉得非常值得的这个回报率很高的东西。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吧。对，友情就是那个浪来了就是那个礁石。我觉得有人说爱情滋养一个女人哈，其实我觉得友情更滋养。对，我太同意了。是的，我们状态很好的时候都是就是特别开心的时候都是因为周围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托举，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有这个投资，有这个收获，因为说到底它还是比亲情和爱情相比之下更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哈。对对，其实友情是最少谈及的，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研究爱情和亲情，对，很少有人去研究友情。对，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到它的这个 low hanging fruit。挂得很低的水果，这里可以放一个水果一盘，挂得很低的水果。好了，今天这一期就叫挂得很低的水果。OK，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也谢谢 Ella 谢谢，拜拜，拜，下期见。